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3次全体会议，也就是俗称的三中全会，7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每5年一次的三中全会，从1978年起，基本上就是中共设置改革议题的重要会议。这次的全会决定也140多次提到了改革。在经济面临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困难时刻，中国似乎也更需要改革。这一期我们请来了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老师来给我们分析解读一下这次三中全会的决定。他认为这个决定主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决定里提到的改革是改什么？以及从这个决定中，中国普通民众和中共可以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期盼？蔡霞于1992年进入中央党校学习，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直至退休。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中共党建。2020年，他因为批评习近平而被开除党籍。蔡老师您好。你好，袁丽，你好，大家好。就是7月15号20届三中全会召开当天，新华社发布了近万字的长稿，题目叫改革家习近平。但这篇文章不久后就在中国互联网上被全面下架。您能给我们分析一下，这大概是因为什么呢？然后这么重磅的文章全面下架以前有过吗？我查一下资料啊，就是说，现在看来它大概下架的原因有3个。一个原因呢，就是说他在这个文章里边啊，有一段那个史料，就是他是造假，就是他写到，就是习近平1978年，他爸爸就让他到那个安徽滁州去搞小岗村的农民包产到户的那个承包责任制的那个就是改革，实际上那个时候压根儿就没开始，就是说他还是处在一个秘密状态。而78年的冬天他们才开始做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显然是完全造假，这是第一。第二个原因呢，是有人说习近平自己不愿意给他封一个改革家的称号，意思就是说，因为他整篇文章是写是邓小平开启了改革开放的这条路，他跟着往后走，他相当于就是说他是继承了邓小平的这个就是改革的这个事业。但是实际上呢，这里面有2个问题，一个就是说他其实是很想就是超越邓小平，或者说甚至于是否定邓小平，他其实是想跟毛泽东比肩。所以呢，你这样一写以后，他就觉得别人说是他有可能改革家这个封号给他太低了，然后这是第2个原因吧。那么第3个原因呢，就是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新华社这篇文章给他封了个改革家这个称号，但是外面啊，就是负面评价如潮水一般，就人们压根儿就不承认他是个改革家，人们觉得他上台10年来，实际上他是倒退的，但是所有这些倒退都是以改革的名义而倒退，因此呢，就是说这个外界的反应非常不好，这样的话呢，他就不得不拿掉了。那么翻过头来讲，就这种事情过去发生过没有啊？其实是没有发生过，所以这件事情就重磅文章，为三中全会造势的重磅文章，他在那个开会的第1天就被那个全网下架，这个事情过去从来没有。那么这是一个空前的大事。为什么是这样？我说他从来没有呢，就是说过去啊，就毛泽东搞个人崇拜，但是那个时候是到文革的时候，而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呢，邓小平全党都反对个人崇拜，所以后来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他们谁也没敢搞过自己的个人崇拜。凡是开那个三中全会、几中全会那个之前，他们可以把工作写，但是不可能为了个人来写他的功劳、他的政绩来给他吹捧。所以这种事情是过去从来没有过，这次呢是第一次。那么我当然希望就是他是既是空前又是绝后。就是以后就不要再出现这样的状况了，这样的事情。对，然后就说，您那天好像还跟我说过，就是这么大的一个重磅文章出台，不是说就是随便出台的，对不对？这个文章是要经过，一般来说是要经过一套程序的，是吗？对，它是这样的。
就是一般像这样的重头文章啊，它首先是要有这个中央的主管意识形态的、主管报纸的这些中宣部，甚至于我个人认为这次一定是要到中央书记处去决定的。换句话讲，就是蔡奇和李树磊他们是应该是直接的来主管这些事情的。当然执行呢是下面的人执行。我们讲说按道理这么重大的一篇文章，它一定是层层审核、层层把关的。但是造假的那段史实，居然就是每一关都没有，就是没有把它剔除掉。因为我想写作的那个作者他一定是个年轻人，他不了解78年到80年那一段中国改革的过程，所以他是根据后来人们的大致印象他就写了，但是明显是个错误，但是没有人去纠正他，没有人去说这个为什么。我一直在想就是说为什么，这就是说各级领导都不敢去随便删掉写习近平好话的东西，万一上面怪罪下来呢。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呢，它既是一个恐惧心理，又是一个大家都躺平，反正装着没看见。结果呢，这么一个重大的问题就出去以后，一定是个问题，因为这个谎言造假啊，这个至于外面的富平如潮，那是注定了的。只要你把这个吹捧的给他戴上这帽子，他一定是外面富平如潮。是不是习近平个人不高兴了，那个改革家的称号他不乐意呢？这个就很难讲，因为呢，政治是个黑箱政治，所以我们很难说这是什么。但毕竟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也是重大的文章，一定是中宣部的主要负责领导和中央书记处，包括也有可能是蔡奇他们看过的。对，而且那天您跟我说过以后，我用英文的搜了一下，竟然搜到了今年3月份的时候，新华社发了一篇就叫改革家习近平的这么一篇文章，也是无比长，其实和后来发出来的中文的这个是挺像的，然后里面也有就那段错误的信息、错误的文字，关于小岗村改革的这个事情，它也是其实是在里面的。就说虽然他把中文的给他全面下架了，但是英文的其实还是在的，是挺有意思的。那就实际上就是换句话讲，就是说英文实际上后来我看到一个版本7月9号吧，新华社把这个英文版的这一段拿掉了，没有了。但是呢，它也仍然在中文版里边出现了，所以我就觉得非常奇怪的就是说各级在工作当中的那个草率粗糙。7月9号那个我也看了一下，好像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版本，它也许就是这么随意就删掉了，所以我们真的是很难说它到底是因为什么。我自己感觉啊，那我们接下来就您能不能再给我们说一下，就是这么大的一篇文章，重磅文章下架，它说明了什么呢？我现在是这样觉得的，就是这篇文章的下架呀，其实在外界引起很大的关注。而这个从体制内的这个运转机制来讲，大家都知道这篇文章是全网下架，仅仅是那一点史实不符合的话呢，它其实1万字的长篇文章和200字的这个篇幅，你拿掉200字是不影响它1万字的。那么现在他把它拿掉，显然就是说对于这个富平如潮，大家是共同一致的认识，就这个富平如潮都有促使他们不得不拿掉它。为什么？因为大家为什么会富平如潮呢？就是因为大家看到了这个10年当中啊，就12年吧，习近平的所谓那个18届3中全会的改革，他全面改革的那个推进，因为那篇文章就是照着18届3中全会的改革的那个决定怎么落实的，怎么去做的，他写的嘛。那么实际上那个东西是打着改革的旗号，搞得实际上是倒退，所以大家是否定它。换句话讲，就是在习近平嘴里的这个改革和大家所认为的改革，它内在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篇文章呢，就是说它经不起这个实践，也经不起人们用事实来检验它。那么因此这篇文章实际上和现在的这个20届3中全会的决定啊，它是有相关联的。我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我都感觉实际上就是说，因为他们在自己的20届3中全会的决定当中写到说，18届3中全会的改革决定是一个划时代的文件，然后写这次的20届3中全会的呢，也是个划时代的文件。那么好，18届3中全会的这个改革决定，它是划了个什么时代？其实大家一讲到改革，总是想的就是改革是往前推进，是吧？
然后把原来没有解决的一些个体制的深层的弊端都解决了，这就叫那个往前走。你可以讲说划时代改革进入一个新的一个发展的过程。但实际上你去看，我觉得他那个划时代啊，要倒过头来理解，就是我的理解是什么？终结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改革，他终结了邓小平的改革，他并不是说沿着邓江湖的改革往前走的。那么我自己就注意到，为什么他18届三中全会的最后他在做的这个实行效果下来是变成了公开的倒退啊？那么我就注意到，他原来在18届三中全会的这个前后，或者讲他上台以后，他有那么几句话是大家都当时大家都很热议的，可能现在这个10年一过去给忘了。他说了一个，就是说改革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发生颠覆性的错误，这个是他在2013年的10月份讲的。然后他讲，尤其是政治方向上不能有颠覆性的错误，这是第一句话。还有一句话呢，他讲的就是说守住底线，如果你守不住底线，你就无法就是做到根本问题上不发生那个就是颠覆性的错误。那么如果说他这样的讲法指什么，我现在就回过头来看，就是说为什么他10年的所谓的改革其实是在倒退，而且他又是终结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改革。那么我的感觉就是，实际上他是对于这2句话都是有所指的，指的就是邓江湖的改革其实是在根本问题上是犯了根本性的错误，他认为，而他的改革是要颠覆他们以前改革的做法和成果，然后重新回到他认为的政治正确的方向上去。那么我后来觉得，既然他如果是这个思路的话，按照这个思路去搞改革，然后他否定了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什么？前10年他否定了哪些？我后来看了一下，我觉得他否定了邓小平的解放思想，那个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否定了江泽民的与时俱进的精神，这是一个方面我们讲。第二个就是说呢，他否定了邓小平的就是加强党的领导，要改善党的领导，而到了江泽民呢是要改革党的执政方式，像这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他否定了那个就是胡锦涛，他尽管就是说3个代表推不进吧，政治体制改革那么难，但他毕竟呢还是在党内民主啊、基层民主是放了一马的，包括胡锦涛本人还是一直在坚持这个集体领导原则，而这个胡锦涛是个弱势领袖啊，他就被大家称之为是九龙治水的局面。那么因此呢，为什么习近平一上台以后要集中统一领导，维护中央权威，他其实都是为了要改变那个胡锦涛那个时候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他这个不是民主集中制，不是集体领导，而是他搞个人专权的一种借口。那么他其实把前面这些方面否定了，那么我们讲他是怎么否定这些东西又做的。所以我自己看了一下，一个就是说呢，他在2013年大家还记得吧，就是把握正确政治方向，首先是意识形态问题上他要来个纠错，他纠的是什么错呢？7不讲，这个大家可能还记得是吧？哈，那个普世价值不能讲，宪政民主不能讲，党的历史错误不能讲，一讲历史错误就变成虚无主义，对，诸如此类的东西是吧？对。然后接着他8月19号，就是中央那个宣传工作会上，2013年的8月19号，他的这个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他讲了一大通的话，所谓那个就是说，意识形态领域那个要打一场那个上甘岭战役。那个叫看不见的硝烟的战争，要那个亮剑，是吧？像这些话都是在那个文件当中出的。而8月19号是个什么日子呢？是前苏联的819政变，就是那个前苏联后来不就是解体了吗？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实际上是用这些东西开启了一个什么呢？开启了一个就是意识形态上他自己认为的不犯颠覆性错误的，重新要回到那个所谓政治正确的方向，就是毛那个时候的这种思维，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他自己在
2013年出了一个全面改革的这个决定，而这个决定当时其实我就是很不看好它的，因为呢，他在里边给大家给那个民营企业，我们后面要讲，他给民营企业是许了愿的，但是事实上在意识形态管控、在社会管制、在政治民主，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他丝毫没有。所以后来当时我就认为这个是空头许愿，开了个空头支票，而且是中国的改革没有了，从此只有倒退，没有改革。而这个东西呢，所以2013年的那个全面深化改革的这个决定，我一直认为到现在外界都是误读，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真正的去那个正面的去真正深入的去思考过这篇文章。很多东西后来出台都是有和这个全面改革的决定是有关系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它的那个就是说江泽民时期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民营经济啊，就是民营企业家，80年代是一个萌生的一个时期，90年代是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而到了胡锦涛那个10年当中，那个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当中占了半壁江山。那么换句话讲，民营企业做大了，民营所做大了以后，事实上它就会威胁到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就是央企和国企。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大家可以看到，后来在那个在那个习近平在改革当中就开始出手整治这个民营企业，民营企业要靠边站，就可以退出历史舞台，这是有一个说法的。然后呢，当时后来那个民营企业就很恐慌，然后呢，他又要去安抚民营企业，然后他就召集了民营企业开那个座谈会，说你们还是我们自己人，这句话都是一家人，都是自己人，那个大家都吓着了。对，说那就前面我们不是你自己人，现在你来说我们还是自己人，是吗？对啊，所以其实他想安抚那个民营企业，其实实际上把民营企业吓着了。而紧接着你看到他的出手，一拳就可以整掉一个行业，一拳打掉一个行业。对于民营企业的那种上市，他一声令下就可以让你从美国上市撤回来，香港上市撤回来，是吧？然后呢，民营企业的这个就是包括资产被那个侵吞啊，民营企业家被那个扣以莫须有的罪名抓进去啊，像孙大武这个案件是非常震动的，因为他这是不是他一个人进去了，而是他的家里面的就是几乎一个家族的主要成员都进去了，还有他的整个的高管都进去了。对，高管全进去了。孙大武的多少个亿的这个就是辛辛苦苦的资产，这是他们所有人共同努力的成果，被他们见分见卖，是吧？就这样法院就这样处置到了。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这个10年当中，民营企业是遭到很大的打击的，而没有真正生长起来。这也是在那个清零以后，大家看到民营企业仍然是那个没办法真正的就恢复它的活力。相反的是，大家都在用脚投票啊，都逃出去了，是吗？所以我们讲，实际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重头戏，它的那个倒退是什么？这就是我其实一直在关注的。他这次在他自己的所谓这种改革当中啊，他写的他的那个好处，就他的成就是什么呢？他讲那个18届3中全会以后，他的整个那个改革是系统的重构、系统重建，那个搞了一个基本的国家制度的框架，大概是这个意思呢。你可以去看他的那个文件当中写到的。而其实呢，我也注意到了，他在19届3中全会出了一个党和政府的体制改革，然后那一篇文章那个改革决定呢，其实他就是在重新构建国家权力系统。他这个重新构建呢，从3中全会决定就开始了。大家看到他建立了所谓的委员会，是吧？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但同时他也建了很多很多小组，各种各样的中央领导小组。这种中央领导小组既是最高决策，又是监督执行。而他呢，自己兼了若干个小组的组长。而这个中央领导小组呢，他是不管你是常委的那个集体领导也好，还是中央政府的那个国家行政管理机构的这个职能也好，他都把那个就政府的职能拿过来。然后这个呢，后来他又把这些东西就固定成了各种各样的委员会。这就在2018
年3月份以后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当中，它实际上是把国家的领导体制改变了，这是一个。然后我们看到它的修宪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是吧？实行那个中央军委的那个就是军委主席负责制，然后这样的话，它实际上就把人大就是又恢复到那个就是橡皮图章，而且呢，在行政机构的改革，而是2018年到2019年，就是整个中央政府系统的改革。结果他现在到2023年的时候，他又下了一个关于那个就是国家机构的那个就是一些个运行的制度啊什么，其中有一条很重要的规定，就是说全国人大是政治机关，那个中央政府政治机关。其实我们大家知道，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立法机关，就是它是最高权力机关，它代表主权的，而中央政府是最高行政机关，但它首先给它定位定的是政治机关。政治机关干什么？要执行党的旨意的执行机构。所以我们讲它实际上是这样，然后把军队改了。所以我们讲他讲说前10年他把这些事情做了，就基本上构建了一个国家机构的基本制度，框架有了。所以我觉得你这些东西实际上是加强了个人集权和政治上的倒退，这就是18届三中全会以来他所干的这10年的事情。而他接着的20届三中全会那个决定是干什么呢？接着那个18届三中全会画了一个时代以后，接着20届三中全会继续画时代，再往前走，他还要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改革，他其实是这样。对对对，那就是北京时间7月22日凌晨，这个他们发布了这次的三中全会的决定，题目当然叫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这个题目我们内容我们先不管，就是您作为这个研究中共的专家，能不能给我们听众解释一下，为什么您要等这个决定出来才解读，而不是在上周三中全会公报出来就立即解读呢？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原来有一个就是在18届三中全会的那个就是改革的公报，18届三中全会决定出来和他的那个就是公报出来和决定出来，我的感觉是完全翻了个个儿。就18届三中全会的时候啊，他那个公报出来以后，它里面有新名词啊，那个我们讲说现代国家治理，这个现代市场机制。他加了个现代，还加了个治理，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从来都是管理和管控控制，而他加了个治理。治理这个概念其实在那个西方国家，他是讲的就是政府和民间合作，共同来解决一些社会公共运转当中的一些问题，对吧？所以治理的主体并不是政府行政权力，而讲的是公民社会的这个作用发挥，它其实是在这个方面。所以当时我很兴奋，哎呀，我觉得这是真改革了。所以呢，我当时觉得，哎呀，这个决定是有很多那个新的心意。所以呢，而我们很多朋友讲说，没有什么东西，都是一个老的口号。所以你那么感兴趣干什么？哎，我说它有新东西啊。但是18届三中全会决定出来以后，大家都很高兴，我是翻过头来的，我很不高兴。为什么？我就举个例子讲吧，这也是我们中国企业家的事情。就是18届三中全会的决定的第2部分，他讲到了，就是让这个中国的这个工业，就是国有企业和民企，它是那个公平进入那个公平进入市场，有公平展开竞争，这些都写上了。而且呢，鼓励大家混合参股。是吧？那么混合所有制好像是，对，混合所有制嘛，对吧？混合参股，所以呢，很多那个民营企业家认为说，这是那个政府和中央给的又一个投资和创业的很好的时机，他们是这么认为的。而我呢，是不光看你怎么说，你要打算就是给民营企业家许愿许了多少好的东西，我要看你什么呢？我要看你怎么来保证你所承诺的这些东西能够实现，而你保证经济领域的这些个进步，
你的承诺要到哪里去看有保障措施呢？一条就是法治，一个就是民主，就是你能不能保障人们的基本权利，你能不能严明法治，出现这些问题就是违法的或者是侵犯人权利的时候，你能不能做到司法的公正和司法的独立处理，不受权力强权意志的干扰。但是我没有一条看到，相反的是他把周永康时期的那个就是风控社会严加管理社会的那个管理体制，他把它写进了那个18届三中全会，就堂而皇之的把那个管控社会的那种机制当作改革的那个机制写进去，政治上给周永康的做法给了个合法性，而他把芦苇关于严格管控那个就是网络的，他也把它写进去了。还有比方说我们讲楼门长，大家可能知道的网格化管理楼门长，那都是就是把整个这个社会管理起来的东西他都写进去了。所以我当时就知道，我说这个东西不是意味着改革前进，而是意味着没有改革加强控制了。所以我这个感觉是那个。那么因为有了上一次的这么一个感受以后，这一次我就我非要等到他那个整个决定出来了以后我才会说话，他公报出来我不会做任何评论，因为真正的东西你要看他究竟想干什么，他出台了哪些措施，他想达到一个什么东西。所以我这次一直不说话，要等到现在才说话，就是这个道理。对对对，那有不少关注中国的学者、专家和记者觉得这个决定可以解读的东西，就是很少。您同意这个感觉吗？还有就是您认为这个决定主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决定啊，就是其实是可以有那个什么，大家觉得很多人就觉得没什么可讲的，是吧？我不这么认为的，我觉得它还是有东西。我说它有东西是指的是什么？指的是他这次啊，就是说有一些个就是我们这么讲吧，2万多字的东西，你抓它什么，是吧？我看了外媒有抓了他的那个具体的改革政策，而我实际上是在抓什么呢？当你文章篇幅很长的时候，你是要从整篇上先把握他想干什么，他的逻辑是什么，然后你再看他要展开来干哪几件事情，哪些是最关键的事情。然后这就是我那个，所以呢，我就挑了他的关键词出来。2万多字的，其实我挑了4个关键词。一个关键词呢，就是中国式现代化这个词。第2个关键词呢是党的全面领导。第3个关键词呢是以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这是第3个关键词。第4个关键词啊，国家安全和发展。它的关键词其实就是这么4个关键词。那么这是他要整个2万多字他要干的事情，而他的这个4个字加上他就是这个4个关键词和关键句子，加上他的那个十多个领域当中的各个方面的一个改革，其实你合起来变成一个什么东西？让我给他总体概括他的那个所谓的指导思想，贯彻执行习近平式改革，而不是我们大家普遍意义上所理解的、共同理解的那个改革的内涵，只是指他所认为要做的事情冠之于改革的名义。那么这是第2个，就是说他要想干什么，他要干的是他自己想干什么，这是第2个。第3，他的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大家注意到他有2个时间点，一个时间点呢就是2029年。2029年他把这次的改革就规定了5年时间干完这些事情。为什么？然后他接着又提了一个时间点2035年。2035年他写的是要让这个国家的制度基本健全，国家的实力要做强大。其实这就换句话讲，就是这个时候他是想把习帝国，就是我们讲的习氏帝国，这个帝国的那个制度他把它做健全了。这就是我们讲的习近平再造党国体制、党国机制的一个帝国那个什么。因为这个党其实是一个政治僵尸，我们讲过变成他手里捏着的，而所谓的党就是他，党中央的代名词就是他是可以跟党中央划等号的。您说这个帝国，习的帝国是说习的党和习的国是吗？对，习的党和习的国。
然后呢，他就是他的统一的，然后呢，这个他要巩固他统治下的国家制度体系基本健全，他要统治，他要使他统治下的这个国家的实力要强大。为什么呢？他后面在最后他还有一个就是要建设人类共同体，人类文明共同体啊，要那个什么，他有这么一块，你知道哈。他始终是把那个对在全世界他要把这个国家的影响力扩展到世界去，这个目标和这个那个我不能叫他野心吧，反正雄心勃勃吧，他不肯放弃，你知道哈。所以呢，他始终挂着一个全球的这个概念在里边。那么就是您说这个帝国，因为西方，我打断您一下，就是我想搞清楚，就是比如说西方语境里面，你要说帝国，实际上它有扩张的这个意思。对。他实际上是在扩张，他就想把自己这个东西，因为你记得原来他不想给人类指明方向，给那个是人类文明提供那个中国式的道路和中国的一种文明的样式，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他是想做这件事情的，你知道？那么我们讲说从总体上去把握他很明确的在改革的原则上，他讲了几点。倒是蛮实在的，他讲了哪几点？第一点就是党的全面领导，党全面领导所有改革的方面，并且党的领导贯穿于改革的全过程，就是加强党的全部领导。第二，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方向不能发生偏差。他这个政治方向是什么？你知道？然后第三点就是制度建设为主线。顶层设计，总体谋划。什么叫顶层设计？就是他设计了。然后他后面他有一句话，他讲要保证党的这个决策得到执行的机制，他没有讲说要我们进一步的推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从一句话都没有。他讲的就是保证中央决策下面执行，这个执行机制要把它改革要健全了，你知道哈。然后呢，他讲的是筑牢根本制度，完善基本制度，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什么叫根本制度呢？就两条，我跟你讲，一条根本制度，就一个就是党领导一切，就党掌握所有的权利。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就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为主体，你知道哈。因此他在写到市场经济高水平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他讲的是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公有制占主导地位，这个他是毫不含糊的，你知道哈。所以这就是根本的，因为如果缺了这两条，这个统治就不得稳固啊。所以我们讲，这是他的那个筑牢他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是什么呢？其实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而这个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是怎么解释呢？很重要的一点，这就是你看到他这次写到的，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是放得活又管得住，放得活管得住。那么好，那个谁放谁管，不都是政府放政府管吗？那么因此市场经济制度是在政府控制下的市场经济，你知道哈。然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基本制度就是这个，还有就是原来的那个全国人大的制度、政协的制度，然后呢中央政府的这些制度，然后包括什么诸如此类的社会的什么民主协商制度，你知道，这就是他绝对不会跟你讲什么选举，没有选举制度，没有任期制度，你知道哈这些。而他的任务就是他分到了各个领域，什么经济啊、政治啊、社会啊、什么文化呀、什么东西。我注意到这次就是说，他是以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丝毫不谈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这一说，你知道哈？但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很多年都不谈了呀。也不是，不是啊，也不是的。你看啊，那个如果你要是注意的话，你可以看到那个15届，15大报告政治体制改革写了很大的篇幅。你看16大改革党的执政体制、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你知道哈，都写了。然后到了17大就是弱了，然后18大就是那个没有写。就等于是，我记得最后一个中国领导人说政治体制改革，好像是温家宝的这个告别的这个记者招待会，好像以后再也没有人提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对，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讲，先要把这几件，就是从总体上把握它的大的一些东西，根本性的东西是这么几个核心的理念、关键的词。这个是，
然后我自己呢挑了几个东西来看，就是他后面这个5年的改革他想干什么。我简单的说，第一个就是加强党的领导，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控制所有领域，就是控制社会。因为我们讲前面他不是讲18届三中全会改革，他搞了那么几年的那个什么再造政府体制啊，再什么修改宪法呀，什么那个又把军队改革搞了一通啊，然后又把党的建设搞了一通。好，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把那个政府也搞成了一个政治机关。他就说呢，那个呢基本点，而社会这一头他还没来得及顾得上，现在他要开始把手伸到社会去控制社会。控制社会就从你方方面面，比方说农村啊，比方科技领域啊，比方卫生领域啊，教育领域啊，文化领域啊，社会环保啊，诸如此类的东西他都要去控制它。所以我们讲呢，他就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控制所有各个领域，就是这是一个方面。就是第二个方面，它是控制经济。控制经济呢，我这一次看了一下，它是这样的，它是两头都写到了。一头就是说呢，他写到了就是要把国企做大做强，这是一头。但另外一头呢，他还是安抚了民企的，他写了一些民企，比方说让民企参与国家的重大科技的那个就是项目啊，科技领域的范围啊，这些让你们进去，还要解决你们融资的困难啊，包括就是说呢，要帮助大家就是依法的保护你们的那个产权啊，就不用行政手段和那个司法手段去解决那个民间的经济纠纷啊，这些东西，你看他写的很好吧？在这点上来讲呢，因为中国的经济没有活力，根本问题就在于民营企业不活了。就民营企业活不下去了，那么民营企业活不下去，中国经济就必须得死，你知道哈？所以这样的话呢，他要救经济，他也得写这段话，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么我也注意到，就是我们讲说，你对民营企业嘛，18届三中全会就是有许愿的，但你呢，现在你这个许愿怎么保障？他这次可好的，因为他不写政治体制改革了，他就把那个许愿直接就给你写出来了。比方说司法，是吧？我要加强司法，那个保护你们。我要做什么？这些呢，他倒是许了个愿的，但关键就是这些许愿他能不能真正做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一点，这是一个。所以呢，我们讲，但是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说他放权放给地方政府，就是加大力度的去那个增加收税，开辟那个政府财税的来源。他要干什么呢？它实际上它就是要去度过现在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我们知道中国的那个经济危机啊，它一个很大的一个点，就除了房地产，就是地方政府的财政破产，是吧？它中央政府不破产，但它的这个是破产的。而它这次呢，就是说增加什么消费税啊，诸如此类的，包括那个将来的房地产税的增加是那个开启啊什么的。那么这些东西实际上呢，我们讲了就是能不能使中国的经济真正的就是活起来，能不能使中国就是政府真的能够度过这个财政危机呢？其实这个是饮鸩止渴的做法，它是不可能的。那么由此呢，就是我看了整个的这些东西以后，就是这个他2万多字他要干什么的时候，我看到就是第三个还有一点我要讲，控制军队。军队实际上他在前面这个10年，他以搞军改为名，以军队现代化为名，他把大军区搞成了战区。他实际上我其实原来写过文章讲过他采取了就是拆庙搬菩萨，是吧？你把庙拆掉了，把那个军队的机构全部打乱改掉，那么你原来机构里面当官的当将领的，你就乖乖的回家去抱孙子去吧，你就去养老去了，是吧？所以呢，他不说一个一个的反腐，把你们一个人一个人拿下，他要费多大力气，花多少时间啊？他干脆就来一个整个机构打乱，编制打乱，让你们所有的人都下去。所以解放军的原来4总部改成中央军委15个职能机关，然后就7大军区改成5大战区，那些过去的老的什么中将上将的，你们都回家去吧。然后他就提拔了一大批人。按道理来讲呢，他这个做法再加上后来那个党章上就是中央就军委主席就负责制，是吧？那么实际上呢，就是他是可以控制了就是我们讲党军变成习家军，但是呢，那个叫我们讲火箭部队，对，火箭部队
所以你看火箭部队前后几任司令，什么政委副政委都给要么抓的抓，要么就是自杀的自杀，是吧哈？包括那个几任的前后2任国防部长都是从火箭军出来的人。那么可见这个军队里边还没有真正他能够完全控制，所以他这次特别讲了在国家安全这个理由下讲了要加强军队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特别注意一条，他就讲要健全和这军队的指挥机关还是管理军队的领导和管理体制。我大概是有这么一个印象，我现在因为没办法把他那个原文翻出来看，这实际上是讲的，他其他都是讲的军队的那个就是其他的具体事务，但是这条是一个核心的东西。这是一个，那么所以我们讲的所有这些东西，他前面讲的，我看下来关于经济，关于这些东西，它其实2条，就是一条就是为了国家安全，就是发展这句话其实是个虚的，它首先它要经济，为什么它重视要度过眼前的中国经济困境，所以他在民企和国企这方面写了。而你看他后来的什么环保啊、卫生啊、什么养老啊、农村啊、这个民生啊、分配体制，他给你们都画了大饼的，画了很多大饼，但是他没有一条实实在在的这个就改革的举措是什么，或者你将出台什么政策来做到这些。他其实这个3中全会的决定，他是要度过眼前的难关的东西，他写的还比较多。而对未来所谓的我觉得这就是那个怎么讲，好高骛远吧，就是宏大叙事的一种思维方式表现。他要搞个全面的庞大的一个计划，而对那些东西就是眼前并不是说马上危及到他生死关头的，他就是写的很虚，你知道吧？所以大家觉得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举措，它确实是如此。这就是改革，它是在国家安全是第一位的，就要保住政权是第一位。你就从它整个这个文章的分量的篇幅的布局，你看它布局的篇幅大的东西是虚的，而真正的那些分量放在实的东西放在就是眼前的这个危机怎么过去。这就是我看到的3中全会的这个决定。您能不能再稍微说一下，就是眼前的危机怎么过去？就是还是经济上面他说的这些，但是大家但其实是挺虚的，大家没有觉得他有给什么实质性的这种积极的信号。对，他眼前的一个过去是怎么过去？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就是他，因为他着眼于是政府财政破产。就地方政府要破产了，我们现在看到连上海的那个什么静安区啊，他们都在跟那个就是庙里边借香火钱来发工资，你知道，你上海都造成这个样子，他当然就没有，所以他就要让大家开那个就裁员，你知道哈，所以让那个政府就增加那个开税源，增加财政税收。然后他讲呢，就是这些个消费税啊，增加消费税，增加这些东西。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然后呢，他为什么要让民企现在说我们保护你产权啊，我们鼓励大家那个什么，为什么呢？坦率的讲，就是没有民企那么大量的失业的人口怎么办？然后这个是个大问题，你知道。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就会那个给民企吃定心丸，然后大家也都知道，看到民企资金走人走，对吧哈？那么因此他想呢，留在国内的人不让你走，门都关了，就机场不让你出去了，对吧？但同时呢，他又希望你关了门你别躺平啊，你拿出钱来办企业呀，是哈？然后他就给你写了这些。这次是把许愿和他说我怎么保证你的这个，他也承诺了的，但问题就是说现在好承诺。然后大家上了钩的话，那后面是不是真的就是你遇到问题怎么解决？因为那些问题它是无法解决。第一就是我们讲，他没有写到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他没有这个，他强调了全过程民主。全过程民主是我们讲所谓讲民主，你看得很清楚。第一就是知情权，你连开这么个会都是个黑箱政治。你将来有很多东西你都是黑箱，你让人家没有那个知情权情况下，自己受到侵害的没有办法哭诉无门啊，是不是？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说他的那个基本的权利不给你，然后言论自由没有，连表达自由都没有，你怎么可能去告状去？你怎么可能去解决你的问题？第三个就是我们讲
对官员的监督和制约，最根本的制约就是权力是谁给你们的。我们现在看，马上人家美国人马上要大选了，是吧？大选是干嘛？就是说民众在什么时候行使他们的权利，就是说我看你们辩论吧，辩论你们两个党把未来的那个施政方针拿出来，国内政策和国际的政策你都拿出来给我们大家检验，我们根据你们过去的表现和你们未来的打算，谁更合适我就给谁投票。所以那民众的选举权是实实在在的。而这次我们讲所谓的全过程民主这种口号，你看不到一句话有知情权、言论权和选举权。他强调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那个民主协商。什么叫民主协商？我告诉你，我把我想告诉你的告诉你，然后我想让你发表意见，你发表意见，你那个意见合我的意，我就让你就是那个通行；你要不合我的意，立马就给你封号，甚至连把人的一个抓去。你像最近大家在传述说，张维迎教授因为在那个他的那个研究生，就是那个北大学生的毕业的那个致辞上讲到了自由问题，据说他现在已经就是在公共这个媒体上已经不出现了，就是张维迎的声音就没了，你知道？所以我们就讲哈，这些东西就是他都是为了眼前要做的东西，但是他能不能做到，我觉得是要打问号的。对对对，然后那天还没有等这个决定出来公报出来，我就听不少这个做企业的企业家，他们就说洗一洗睡了，就是他说的那些什么鼓励民营企业去做事情这些话，大家好像是没有什么人真正的相信。对，对，但是您认为他有可能会给民营企业多一点空间吗？就因为现在经济这么困难。我觉得没有可能，因为他的基本的那个指导思想是不变的，他基本的方向不变，他这最根本的一些个政策，最根本的那条路线，我们讲哈，因为老要讲一个党的一个路线的问题，它是不改变的，他只是在眼前，他希望你能够就是你兄弟帮我一把忙，就这意思，你就说，就是他现在不行，他要大家给他帮忙，你知道哈，但是他不会给你空间。这个为什么这样讲？就是民营企业实际上就给点阳光它就灿烂，是吧？给点雨露它就生长，是吧？因为民营企业它不是别的呀，它要活呀，一家老小的生机全靠着自己努力创业，但是它给你的空间是有限的，因为它前提就是做大做强国企和央企，这个话它是摆在这儿的，公有制为主导为主体，然后呢是政府管控你们，我想放的时候我就说放的活一点，是吧？我想收的时候我就要管住你们，所以他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定位为放得活管得住，是不是？所以你就本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但是主体是没有权利保障的，他承诺给你说你干什么什么什么我就让你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你根本权利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其实是做不到的。他明显，我再追问您一句话，就比如说，就是说这个公有制为主体，还有就是他要放得活管得住，这样一些其实是过去几十年可能共产党中共他们文件里面都是这么写的，为什么现在大家就会把这个话看得更重一些？以前好像就说，就您说的，大家还是要找一点点空间，去都做很多的事儿。我觉得民营企业被骗怕了。我觉得因为共产党其实他的承诺一直都承诺的很好，是好，就是他换句话讲，好话真的是给他说尽了。他甭管他从党章啊，他的什么那个宪法呀，他的写的都很漂亮，包括这一次的改革的这个决定我也看了，写的也蛮漂亮的，尤其在经济方面，在有些个方面我看了一下，我自己感觉从那个经济学或者那个政府的那个经济管理的那些个专家们来讲，他们是下了功夫的。而且比方对那个民营企业的问题，对于民生的那个就是收入差距的拉大问题，他知道问题在哪里。所以这些东西其实在具体改革的有些方面他是写到的，他把问题也摊了，他许愿也许了，但问题就缺于他没有政策出来，他没有措施出来。所以我们讲说过去是只要听他说一个好话大家就相信，
这就是我们讲18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我要说这件事情。18届三中全会的时候，那次因为我们他那个改革决定一出来以后，那天就是我正好从深圳回到北京嘛，然后他们说邀我去吃晚饭，那个就是私募基金的那些人。当时我去吃晚饭，他们就问我，他说你对这个决定怎么看？说我跟他们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把口袋捂紧了，钱不要掏出去。他们当时说啊，你怎么会这么看？我就讲，我说你们看到他要搞混合经济了是吧？我说，你掏到他们口袋里，钱就不是你的了，因为你做不了这个主，你不是那个51%的股东，你是充其量你49%，所以你要，何况他还是党的领导，是吧？他是公有制为主体。所以我讲说，所以你们不要掏这个口袋。他们认为当时是一个投资的一个风口，他们就还可以赚一把钱。我记得当时的评价非常的高，很多人非常兴奋，这个我记得。你知道是吧？我还跟你说一个后来到14年以后，不是我就跟那个天津的企业家讲，他们就跟我讲，他们问我说你究竟怎么看？我说你们把口袋捂紧。如果你们还要想再创业的话，建议你们到国外去创业。我说你们把钱带走，人走。我说你保持钱走人走，你在外面是可以有个，但他们不舍得，他们觉得说在国内可以赚快钱、赚大钱，你到国外去，你股市是正常运行，那个市场运行都是正常的，他赚不了他中国的那种制度不健全下的那个快钱和大钱。所以他们当时笑，谁都不吭声，谁都认为我这个说的太言过其实了，你知道哈？但是后来大家都知道，其实是真的就是企业家没得活路了。所以这一次呢，我觉得很多企业家被整怕了，他们不会真的说你再说让企业家投资他就投资了，他不会的，他会等着观望，看看你是不是真的了。你要是真的，他也许做；如果否则的话呢，我觉得很多企业家现在就是躺平。就是躺平了。对，但是大家也很难说就是什么是真的，是吧？他得要是多大的一个方向的转变，大家才会真的相信他，是吧？对，我觉得就是包括我来讲，我现在也是观望态度。我要看他未来这个决议的这个决定当中呢，有多少东西是能够落实的。我们哪怕就说你看一个案件，比方说后来又出现了民营企业家的所谓的经济纠纷这个案件，比方跟政府之间的纠纷和过去政府欠的民营企业的债你没还，是吧哈？那么现在民营企业根据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想把自己的钱收回来，你就看这样的纠纷这样的东西在将来对民营企业是怎么处理。你只要看一个例子，你就能知道这个决定是算数，说话算数还是说话不算数的，我觉得是这样。好，那我来问最后一个问题吧，就是说这次三中全会之后，普通的中国人可以预料的未来是什么？还有中共的未来可能是什么呢？当然就是这个题目很大也很复杂，具体的事情也很难预料。不过也许您可以给我们说一下大方向或者是整体的气氛。我觉得整体的气氛，整个中国社会仍然是观望。这是第一。就是他就是说他要观望到相当一个层次，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讲，他其实是中国很多民众已经学会了看政治动态再来考虑经济上的决定。因为政治在中国是一个政治挂帅、政治那个第一的一个国家，所以你要是政治上真有某些改变了，包括你像个人崇拜搞得不那么厉害了，你现在不再是吹捧这个习的什么什么什么了，是吧？然后这样的话呢，他也许讲说慢慢的说你这个政党开始有所改变了，这个时候也许他们就会有点头，但实际上是不可能，那不可能。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普通民众，我始终觉得他们要过一个几年的很艰难的日子，因为中国的在那个就是清零以后，疫情过后，全世界其他国家都在经济的恢复和高速的那个运转，但是中国它始终受那个疫情的困扰，它没有走出这波疫情，而经济已经就拖到极点，因为民众3年下来既不能工作又没有收入，他的所有的积蓄基本上就花光了。你现在还要去收他的那个什么消费税，你想你哪里加重民众的负担？还有现在的水费、电费什么什么煤气费全部上涨，
你怎么可能？你知道哈？而中央又是就是我们讲说，习近平的中央提的是新质生产力。他关注的是什么锂电池啊，什么那个就电动汽车呀，电动汽车呀，这些东西哈，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和民生是没有关系的，你知道哈？它和你的国家什么在什么地方跟人家去争那个国家的实力强弱，或者互相在争夺那个，这个是可以的。但是你民生、民间的饥渴、民生的老百姓就每天要吃饭，那个日子过不下去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几年。它的经济发展的思路和重点不在于就是民生改善民生，不在于保证民间的这个基本活路，它仍然在搞它的国家的新质生产力，搞它的高科技的领域要领先。这个东西我觉得，所以民众不要指望，民众的日子将来还是很苦的。我觉得是这样，何况后面可能还有那个就是物价叫通货膨胀的问题。因为他的那个外汇已经不够，他现在人民币已经在开始大规模的，已经在开始明显的贬值了。对对对，哎呀，真的是挺灰心的，没什么太多可以指望的，就是没错，这种的有光亮的这种感觉是吧？没有这种希望，没有，我觉得就是熬，不管是企业还是个人，对，而且呢，他现在做对了，我还想再多说一句话，他现在做的这个东西，其实他也是他意识到了这个政权处在一个很危急的、很不安全的一个地步，因为你看他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啊。什么黑天鹅啊，什么黑犀牛啊，他都会讲了，是吧？各种什么风险啊，这种，他已经对国际局势的判断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改变。过去邓小平总是说那个抓住这个难得的国际的和平发展的机遇，因为不打世界大战嘛，哈。然后呢，这个他是这么讲的，现在不是，现在总在讲挑战和机遇并存，困难和风险什么并存之类的东西。其实因为他自己的扩张。他把自己的国际环境搞得很糟糕，国内的经济又起不来，所以我们讲他想搞这个改革的决定，提振一下整个这个国内的东西，其实是提不上来的。所以我叫大方向不变，垃圾时间依然是垃圾时间。还有一句话叫草台班子解决不了这么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所以他那个草台班子真的是没有能力解决这些问题的。好吧，我忘了跟您先说了，就是我们请每位嘉宾推荐书或者是影视作品，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就是一下能想起来，或者最近在读什么好的书？有本就是《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本书是国家为何失败？对对对，我有英文说 Why Nations Fail， 对吧？对，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他就讲的掠夺型的国家呀。他一定是走向失败。现在这个习近平政府，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一个掠夺型的国家，这个大家看得很清楚啊。对，第二个就是我仍然想要讲哈耶克的那个通往奴役之路。因为大家不要把社会主义那个公有制看成是一个想当然的天然正确的东西，不是的。其实很多人在讲说国有企业做大了，然后就是让民营企业不好过日子了。其实翻过头来讲，它为什么可以做大？它为什么就是因为公有制？它公有制就是把每个人的资源都完全由国家和政府给垄断，它以公有的名义去用政府占有，然后就是又是那个在中国来讲，就是一旦是政府占有公有，那就变成几大家族占有垄断几个行业，然后民众要活路的话，你的资源都在他那儿，你是没得活路的。第二就是说你被他控制了，因为你的生存得依靠他。所以我们讲穷困对于政府来讲，他不管民众穷困不穷困，越穷困我越能控制你呀，我给你一点饭你能活下去，你就得感恩戴德呀。所以我们讲哈耶克的那个通往奴役之路，我觉得大家必定要去看一下，必须要去看。对，这个时候我大概就先推荐2本吧，就是你临时给我任务，我一下想不起来。这2本都是非常好的书，我们以前还在10年前吧，我们俩都参与过的一个读书会，是专门学哈耶克这本书的。对，简直就是恍如隔世。对，谢谢蔡霞老师，也谢谢大家收听收看，我们下期再见。好，谢谢大家，谢谢袁林老师。